魏无羡在门口打量了半天，地板太干净了，他又抄小路又跑步的，脚底全是土，根本不敢进。蓝忘机拿出一双新拖鞋给他，留下一句稍等，便进了浴室。魏无羡换好鞋，磨磨蹭蹭在书桌旁坐下。房间里弥漫着古朴的熏香味道，大约是檀香，沁人心脾。虽然不是缠绵的甜，但冷冷清清的，也另有一些动人之处。他目光在这不大的地方扫来扫去，琴边的香炉似乎正是这香味的来源。想来，之前他嗅到的香气，大约是蓝忘机练琴时沾染上的。讲究。卫浴里的水流很快停了，蓝忘机开门走出来，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清爽。他把一条湿毛巾递给魏无羡，道：“擦擦汗。”魏无羡充满怀疑地盯着那条纯白色的毛巾，心道：难道蓝忘机不是内急上厕所，而是洗手擦脸收拾仪容呢？真讲究。蓝忘机见他不接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新的。”魏无羡：“哦，谢了。”他接过毛巾，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借一下你家洗手间吧。”蓝忘机：“也好。”反锁上门，魏无羡坐在马桶上深深吸气，心道：大意了。一时兴奋，不小心进了敌人的大本营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第一，先摸清敌人的目的；第二，防备敌人突然袭击；第三，确保前两条的基础上取得缺勤的0.5分。如果能顺便探探敌人的底细，比方说追踪仪器的监视端之类的，获取更多的敌方情报就更好了。就这么办。保二征3、4、5。魏无羡就着冷水洗了洗脸上脖子上的汗，再用蓝忘机给的毛巾擦干。一出卫生间，登时被白茫茫的雾气腾了一脸。他眨巴眨巴眼睛，蓝忘机的书桌上多出来一只电煮锅，雾气正是从锅里冒出来的。而蓝忘机果然换了一套衣裳，但就算是家居服，穿在这个人的身上也板正至极，似乎熨烫过，没有一点皱褶，扣子也一直扣到最上面。但是显然领口开得比衬衫低。蓝忘机正弯下腰往锅里放东西，因此魏无羡的目光便捕捉到了从领口露出来的一小节锁骨。他下意识吞了一下口水，感觉嗓子有点干涩。蓝忘机指了指空着的凳子，又倒了一杯水给他。魏无羡拉着凳子凑到锅边，道：煮泡面，香菇牛肉还是老坛酸菜？蓝忘机把切好的香菇丝，然后是另外几种不知道是什么种类菌菇丝，分批放进锅中，动作不快，却娴熟而自然。魏无羡见过别人在寝室煮泡面，不是刚开始一股脑丢进锅里乱炖，就是手忙脚乱临出锅才下料，而他自己懒起来连水都不想烧，宁可干吃，还真没见识过同龄人有如此娴熟的厨艺。而蓝忘机视线微垂，始终不离电煮锅。魏无羡等了好一会，甚至一度以为蓝忘机又不搭理他了。这时蓝忘机轻轻地道：谢谢。魏无羡装没听见，装若无其事，脸上保持淡定，心里慌的一批。不是人民不努力，而是敌人太强大；不是人民的思想有问题，而是蓝学长过于心机。不对，蓝忘机应该不是故意为之，上次剥个虾就羞成那样，脸皮那么薄，大约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谢谢这2个字的。真是要了命了，无形之料太要命了。这句话不能接。魏无羡视线到处乱飘，想换个无关紧要的话题，但几平米的小客厅实在也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，便没话找话道：我听说博士宿舍配了小投影仪，你这儿有吗？蓝忘机：有，右下第3个抽屉。魏无羡一听，手已经放上去了，拉开之前却犹豫了一下，道：我能打开看吗？蓝忘机下完了配料，一双长筷子轻轻搅了几下，收拾折叠小案板和刀具去盥洗台清洗。听了这话，他道：想用就用，不必客气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呀。魏无羡嘴上这么说，趁蓝忘机这会看不到，便迅速把每一格抽屉都拉开看了一遍。文房四宝、清洁工具、少许餐厨具，没有可疑物品，连跟电子仪器沾得上边的都没有。魏无羡思考了3秒，伴着哗哗的水流声，蓝忘机的声音隔着门飘了出来。他道：帮我搅一下锅里的面。魏无羡被吓得一激灵，连忙把抽屉合回原状，抄起筷子在锅里胡乱划拉几下，道：
搅多久？10圈够吗？蓝忘机。魏无羡数着数搅了10圈，1圈不多，1圈不少。搅完心道，奇怪，这明明不是我家，怎么有点居家过日子的感觉？他拿着筷子直发愣，没注意到流水声早停下了。一只手自他身后环过来，抽走了竹筷，开始在锅子里匀速的同向打圈，粘在一起的细面被慢慢搅开了，伴着云白与棕黄色的菌菇丝，浮起一阵阵扑鼻的浅香。魏无羡一下子僵住了，完全不敢动。他无法确定蓝忘机是不是贴在他身后，但依接过筷子的手是右手作为判断，大概率答案是。然而他根本不敢扭头确定。根据目测，他跟蓝忘机的身高差在3至8公分之间，也就意味着，如果蓝忘机真的贴身站在后面，他一旦回头，离接吻的物理距离只差不到5公分。这其中的计算公式是……等等，谁还管什么计算公式？保2争3、4、5的决心呢？别说3、4、5了，连2都要失手了呀！怎么办？魏无羡心如肋骨，眼角余光拼命偷瞄。可惜，从他的角度，只能看到蓝忘机的半截小臂，再往下，手腕的骨节形状分明。由于持住，手背奔起了些许青筋，竹筷在修长的手指间仿佛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最精致的工艺品。魏无羡轻轻吞咽了一下，整个后背都开始发烧，空气中似乎弥漫起了一种名为蓝忘机的分子，滚烫、灼热，带着菌菇的鲜香和冷冷的檀香。蓝忘机明明没碰到它一丝一毫，却比搬书时不经意的触碰更让人发慌，并且他立刻意识到，不管他回不回头，站着不动也非常糟糕。不动意味着默许，绝不比被吻好多少。不行，不能再这么僵持下去了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反抗越突兀。魏无羡狠狠咬了一下舌尖，清醒了一点，拿起巴掌大小的投影仪，道：“这玩意怎么用？我以前没用过。”蓝忘机，连 WiFi， 背面标签是 ID 和密码。魏无羡，有 USB 接口，能直接连 U 盘吗？蓝忘机，可以。光明正大的借口，魏无羡便放心大胆地从后裤兜里摸 U 盘，手肘直起来，刻意地用了些力气，向后一搡。蓝忘机既然敢站在他背后，就不得不选择避开或者硬挨这一下肘击，之后他只需装傻道个歉，就能趁机脱离这个险境。完美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肘关节挥了个空，没撞上任何目标。蓝忘机好端端地站着，连手里的筷子都纹丝没动。魏无羡却因为用力过猛，关节发出了一声抗议的响声。嘶，胳膊一阵酸沉，大约是抻着了。他忍不住皱起眉，倒抽一口冷气。蓝忘机。魏无羡一脸无辜，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我研究研究投影仪，顺便也活动一下筋骨。”他一边夸张地甩手，一边把小投影仪对准琴桌背后的白墙，摆弄了一会，成功打开了。等白墙上投映出神奇生物探秘的 logo 字样，他才总算抛开心虚，回头瞄了一眼蓝忘机的站姿。对方刚巧抬头，与魏无羡的视线撞上，